看还有没有继续强化的必要。问你个问题啊，你老实回答。你说我啷个找不到男朋友啊？你看我，你一个有老婆娃儿的，一天天想些啥子嘛？我是说，你看我给你介绍那么多个，哪一个你处好了的嘛？怪我吗？都是看到我就跑了，我有那个黑人吗？女人不仅要有漂亮的脸板儿，还有不一样的东西，那种吸引人的魅力。下来，说就说嘛，咱抢个高爪子嘛。说正事儿，你要晓得，男人他喜欢有一技之长的女人，不要光有好看的样的。啥子叫一技之长嘛？虎皮筋教授噻。运动。跑个步未必哪个还不会吗？只要我迈出那一步，我就能冲向胜利的终点。只要坚持下来，不出半年，我就会令人刮目相看。单段1，配速1公里25分钟25秒。你那是在爬吗？你是鬼吗？说出现就出现。运动是需要天赋的，像你那种起床都相当于锻炼了。我是起床都来运动了的嘛。我的意思是说，起床的那个过程，对于你都等于是锻炼了。我看你是厕所里面按磅秤，过分了哈！人呢？哈哈，幸好我早有准备，逃避铝合金的好工具——滑板。对呀，滑板儿，我啷个没想到哎？那是我的。这是使用手机拍摄的短片，其中的运动镜头我们都用到了 DJI Osmo Mobile 6。虽然在手机自带稳定都非常强大的今天，手机稳定器显得似乎没那么有用了。不过，在创作一些稍微严肃的作品时，还是可以提供更多的选项。DJI Osmo Mobile 6，DJI 新一代的手机稳定器，机身又回到了深灰色，凸显一个专业。相比前代，它折得更规矩了。你看，这里可以锁住，折叠更紧凑，就好揣兜里，方便随身携带。旅游什么的，掏出来，这么一翻开，就开机了。电机呈现一个角度，等待连接手机。这次的手机夹比较以前的，终于可以不用取壳子就夹住了，不会压住按键的那种，好评啊！这么一吸，电机出力，这个新增的黑色面板下的灯也会变成绿色。一切 OK， 点击开整。从取出到开拍，整体操作流畅顺滑，一气呵成。不过十有八九你都会吸歪那么一丢丢，然后怎么没力呢？
是的，你需要辅助它小小修正一下就好了。也不知道是设计使然，还是姿势不对，需要多加熟悉呢，有点小遗憾呢。好，既然开机了，我们来看看它的核心功能——稳定减震，和 iPhone 14 Pro 的运动模式比较一下。不难看出，其实稳定效果半斤八两。只是用稳定器的话，可以不用裁切画面，4K 还是4K， 不会到 2.8K。最广角的画面张力依旧保持。其实速度快起来，因为惯性作用，只要你注意行进的姿势，稳定效果会比慢慢走要好。越慢，想要稳定越难。稳定器能过滤掉一些细小的颤动，但是走路的起伏和左右摆动还是需要使用者自身控制，做到行走如流水，丝滑顺畅。这个云台纤维这么严重，养不上来呀？那我排低机位怎么搞呢？拉出延长杆来试试，一掰，可以扬起来的角度还挺大，完美解决低机位。那高机位俯拍，当然同理可证，只是往前掰的角度并不是太大就是了。那有没有一种可能，连接一个三脚架？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摇臂是吧？因为重量都不是很重，所以你确实可以模拟摇臂的镜头。但是因为俯仰角度有限，所以你要多试试，找到合适的俯仰角度，做到高低都可以兼顾的状态，不然很有可能前半段完美，后面突然卡一下往上抬头的情况。这一代将电源按键弱化的设计，我觉得可圈可点。拍摄途中需要使用手机，我们终于可以完全不在意会不会损坏电机，握住一扯，该干嘛干嘛，云台这边就会电机保护了，甚至你还可以直接扭转，对准这个槽，强行给它压下去，就关机了。这一点属实方便了不少啊。Osmo Mobile 6新增的这个屏幕，或许是一块黑色面板下面的几个灯，不管，反正能看到电量和云台的状态，这也挺好。M 按一下切换状态，直观。而旁边这个额外的小旋钮，使用价值却不是很大，因为手机的变焦也好，聚焦也罢，基本上只能玩玩。相信我，大多数的时候你还是会选择自动对焦的。而且这个旋钮自身的 DJI Mimo 能用，其他APP比如 Filmic Pro 真要对个焦它又用不了，遗憾。听说它能连接 DJI 自家的麦克风了，那我用它拍个 vlog， 岂不是很爽？来，你把稳定器架上，站到前面，对，再离远一点，按这个按钮试试。可以这样录制啦？其实一直都有，不仅 DJI Mimo， 原生相机都可以。这玩意儿就是个音量键，拍照也行啊，是不是又多了个自拍遥控器啊？那这样我是不是可以站在远处，让 Mobile 6跟踪我，我就可以实现一个人的剧组啦？确实，不过这个手势控制呢有点迷，你一张开手，闪光灯闪2下，告诉你开始跟踪并拍摄了。然而你说着说着，或许是做了什么手势，它就停止录像了。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就是所以在手势的选项里，应该增加一个手势仅跟踪，并且不会解除跟踪，这样配合麦克风上的按钮就比较完美了。但是麦克风开录并没有闪光灯闪2下，有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有没有录上，所以终极的解决办法是手表APP，手表查看构图，虚拟摇杆控制云台运动，框定跟踪，按键录制与停止，
远程控制只需要一只手表。耶！其实 DJI Mic 的连接、收音、远程控制都不是重点，它的重点是配重。你看，我如果接一个 Moment 的变形宽银幕镜头，明显这头就重了。如果接上 DJI Mic 的接收器，平衡了，收音问题也顺道解决了。拍短片是不是更显专业了？而且我发现，不论哪个爱啪啪里，用 0.5 倍这颗广角，很大几率会穿帮你的电机。因为重心问题，我们夹得太靠近镜头了。这么一配重，是不是穿帮问题也解决了呢？在 Vlog 的拍摄时，我会推荐你使用后置摄像头，并且尽可能使用 0.5 倍广角，因为这样你和观众的距离比较适当，配合延长杆，就不会像手持那样一直有只大手在屏幕一侧。美丽的地方，然后这个美丽的地方是哪里呢？你不知道。其实 DJI 应该为这种喜欢后置摄像头拍摄 Vlog 的朋友出一个一键扭转镜头的模式，按下后屏幕就转向前方，并且自动变黑，这样方便你使用后置自拍的同时，也避免对面来的行人看到你手机屏幕里自己大脸的尴尬。说到这里，其实 Osmo Mobile 6就差不多了。至于你说 AI 那些教程剪辑什么的，我没怎么体验，因为像我这样自称专业的选手，其实用不到啊。让我想想还有什么？哦，对了，延时摄影，作为手机延时摄影的辅助工具，它的动态、静态延时摄影操作起来很方便。选择拍摄时长、间隔时间，然后一滑跟踪，慢慢走过去，你看 ，so easy。但是出来的画质嘛，确实不咋地。如果拿它在晚间拍摄延时，快门速度是下不去的。虽然 iPhone 相机能慢到1秒，但想要配合 Osmo Mobile 的转动，你必须在 DJI Mimo 里使用，因为这需要云台和相机深度配合。拍照时云台是不能动的，拍照间隙才能转动一点。想要解决玩法画质的问题，要么第三方爱啪啪疯狂适配 Osmo Mobile， 要么 DJI Mimo 做到更好更全。我觉得后者可能是更好的解决方案。值不值得买？手机稳定器出到现在，我觉得硬件已经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升级的地方了，只是在兼顾小白和老鸟的爱啪啪内容上下手。目前来看，限制 Osmo Mobile 发挥的还是软件问题，比如手动控制的参数还不够全面，白平衡控制没有放到 M 档菜单里，延时自定义运动没法设置在云台静止后再延长拍摄一段时间，这样对于一些落版镜头非常友好。又比如延时可拍照片，哪怕需要使用者后期自己合成延时影片，让快门速度下去，或许对于像索尼 Pro-I 这样的手机会更有用武之地。还有像近代的 iPhone 都有电影效果拍摄，在 Mimo 里没有， 2.33 变形宽银幕的适配等等。如果有一天 DJI Mimo 继续以简单的操作和 AI 指导，给新手小白更多便利的同时，也允许老鸟们控制更多更大范围的专业参数，那或许就会有更多人愿意去尝试用它创造出更多可能性的影片和照片。这么说吧，如果我能在使用变形宽银幕镜头，并且有无线麦克风支持的同时，也能在画面内框选追踪一个人，跑起来还挺稳，是不是就有点大师级别的稳定器下放到民用低成本制作领域的意思了呢？这样999元的价格，对于电影制作爱好者和爱旅游的 vlogger 们还是值得购买的。If just for a minute I'd fall asleep and not dream about you. I hate to admit it, I'm out of ideas, I don't know what to do. Most of the times I think I'll make it through, but all that it takes is one image of you and it shivers. Nobody knows the way it shivers.
DJI Mobile 6手机稳定器 Testway 给出主观综合评分6.75分。好，节目看完了，那你觉得这个产品能够得几分呢？请在下方的视频简介中寻找链接给它打分吧。那么本期啪啪啪什么呢？啪的就是这个 DJI Osmo Mobile 6，同时呢还有 DJI Osmo Mobile 5，买了没有做节目哈。这个 Osmo Mobile 5呢，还有一个补光灯的手机架，不错。有需要的朋友们呢，在淘宝搜索店铺 Testway 值不值得买，现在已经开始了。另外呢，就是在国庆期间和国庆前，我们不是搞了2个活动吗？一个是小来的那个充电宝宇宙的抽奖活动，还有呢就是充电然后送小礼品的活动，分别呢都已经开奖了，大家一定去关注一下我们前面发的动态，已经通知到获奖的朋友们，你们准备接收奖品吧，谢谢各位的支持。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那个感谢和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谢谢你支持我们创作更多更好的优质内容，感谢。 Testway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运动是真的需要天赋吗？我的天赋到底长在哪点的嘛？我教你啊。对啊，穿越机也不是很难啊，我也才入坑，对吧？我跟你说，我发现了一个很不错的飞场，就平时都没人，这边就是大草地，没问题。好，一言为定，周六好，拜拜。好。哎，刘青，你坐那儿干啥子？滚呐！模仿老子！